歡迎來到新聞和活動頻道，請訂閱和分享已更新有關當今最著名明星的最新信息。馮紹峰沒想到，離婚5年後，趙麗穎給他留了一張最貴的底牌。8月19日七夕，47歲的馮紹峰被拍到帶7歲兒子想想逛北京環球影城。第二天，父子倆又出現在慕田峪長城。而就在8月20日，糾纏趙麗穎1年多的緋聞被爆料的狗子自己親手推翻了。兩件事撞在同一天，比任何劇本都精彩。環球影城人多到爆，馮紹峰穿一身黑 T 恤、黑短褲，鴨舌帽墨鏡捂得嚴嚴實實，手裡死死牽着小白 T 恤、黑短褲的小男孩想想，2019年3月8日出生。這天正好7歲，個頭竄到爸爸胸口，沒有保鏢清場，沒有團隊隨行，就跟普通家長帶娃似的。多位遊客在不同點位拍到這對父子飛越侏羅紀快速通道旁，他小心翼翼牽着兒子上樓梯，步子放得極慢。哈利波特園區商店裡，1.8米的大高個直接趴在櫃檯上，用身體把想想擋得嚴嚴實實，鏡頭裡只拍到孩子一條腿，所有流出照片裡，想想都沒露正臉。次日爬長城，北京31度高溫，馮紹峰全程緊牽兒子的小手，時不時俯身摟住想想的肩膀，指着遠方風景給孩子講長城的故事。網傳的小一19歲新女友周琳家連影子都沒出現。七夕這天推掉所有約會和工作，專心陪兒子過節，這種陪伴密度，放在離異家庭裡確實不多見。把時間線攤開看，荒誕感撲面而來。2025年5月14日，狗子劉大錘甩出猛料，導演趙德胤持門禁卡自由進出趙麗穎住所，單獨帶他兒子想想遊玩。相關爆料瞬間引爆熱搜，趙麗穎只回了3個字：算你妹。隨後工作室轉向法律路線。2026年5月9日，趙麗穎工作室聯合北京星泉律師事務所發函，明確聲明復婚、二胎、同居均屬虛構。2026年2月，劉大錘直播再爆，稱拍到趙麗穎與趙德胤同框。2026年8月20日，劉大錘在直播裡親手推翻自己1年多的爆料，以沒交集，當初就是挑本子。雙引號。這時候大家才回過味兒來，所謂實錘全是窟窿。帶娃畫面裡的孩子，實際是趙德胤的侄子。爆料當日趙麗穎本人在外地進組，根本不在當地。趙德胤與演員吳可希相戀超10年，2026年初兩人還在台北合拍新片《美夢》。從頭到尾，狗子連一張兩人私下同框的照片都沒拍到。造謠一張嘴，闢謠跑斷腿。8月17日律所公告，趙麗穎起訴多名造謠者的名譽權糾紛陸續結案。發布復婚、二胎等不實言論的賬號，要麼公開出境致歉，要麼悄悄刪帖消耗。考慮到部分博主經濟條件有限，他直接免除了對方的賠償責任，只要求公開道歉。贏了官司，還留了餘地。2021年4月23日，兩人工作室同步發聲明和平分手。原話是繼續承擔作為父母的責任，共同撫養並陪伴孩子成長。5年過去，每一句都精準落地。馮紹峰推掉大半外地戲約，定居上海，車後座常年放着兒童安全座椅。學期內主要負責日常接送，想想上學的事他管大頭。趙麗穎在劇組輾轉，小成大事。2025年5月殺青後，她超過13個月沒進組，回護時間圍着孩子轉。暑期帶娃逛超市、看兒童劇、陪上學，這些是他自己在採訪裡說的。
兩人建了個專屬育兒群，保姆、家教、經紀人都在裡面，共享日曆，同步孩子行程，細化到疫苗、牙科塗氟。2026年4月，兒子小學入學日，媒體拍到兩人低調共同為孩子辦理手續。趙麗穎填寫表格時，馮紹峰陪伴兒子領取校服，孩子進教室前，趙麗穎蹲下擁抱兒子，馮紹峰輕撫孩子的頭頂，直到孩子坐定揮手，兩人才離開。孩子生病時，馮紹峰負責送醫問診，趙麗穎協會本趕到安撫。就醫結束無交流，完成地庫交接。有娛記透露，兩人唯一的關係就是帶娃，除了關於孩子的事，幾乎沒有別的交集。這才是真正稀缺的東西，不撕逼，不捆綁，不消費孩子。2026年7月28日下午，兩人微博前後腳更新，正文都只有5個字：合作新項目，沒有配圖，沒有對方，沒有劇名，發布時間僅差10秒。據媒體報道，這是兩人離婚後的首次合作。劇組對私人話題高度避諱，宣傳口徑全部聚焦作品本身。這操作直接秒殺99%的離婚藝人。對他倆而言，過往感情早已翻篇，現在的關係是成熟的合作夥伴，是孩子的共同監護人。不捆綁復婚，不消費舊情，只靠作品說話。很多人誤以為體面是溫柔，是善良，其實本質是高度自律，極致清醒，絕對負責。趙麗穎手裡，前夫低調負責，安分守己，從未消費自己，從未拉扯孩子，讓他可以毫無後顧之憂地衝刺事業。馮紹峰手裡，前妻事業登頂，口碑絕佳，從沒爆出任何負面醜聞，踏踏實實顧家的人設穩固長久。兩人手裡都沒有互相拿捏的黑料，沒有彼此攻擊的把柄，唯一留給對方的就是乾乾淨淨的公眾形象，無懈可擊的人品口碑。在娛樂圈，藝人的口碑、路人緣、合規形象是立足的根本。一旦沾上婚內醜聞、離異撕扯、育兒失職的標籤，演技再好，流量再高，也會被主流市場拋棄。趙麗穎能持續拿下主流獎項，站穩正劇賽道。馮紹峰能維持平穩口碑，穩步發展，核心底氣都來自這份雙向體面。